为什么？林，要你命的人是长官，我只不过是奉命办事罢了。你不会以为一颗子弹就能杀了我？这是特意为你研制的子弹，就算你的异能再厉害，你也难逃一死。我以为你是我可以放心把后背交给你的队友，没想到背叛我的人竟然是你。长官说了，只要我把你杀了，你的位置就由我来做。全球东部的总指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军，这个位置谁不想做？林，胜者为王，弱肉强食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你也配？本将军的位置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坐的。你什么意思？一起下地狱吧！死有何惧？末世，我早就还你了。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把他给我架起来！放开我！我爸爸是帝国的上校，他知道了不会放过你们的。姐姐，你不会以为你失去清白给家族蒙羞后，爸爸还会帮你吧？叶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为什么？凭什么爷爷只宠你，还把所有东西只留给了你？我今天就是让他看看你有多淫荡、多下贱！还不快点，给我上！放开我！你们别过来！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掉下去。要跳下去？好啊，跳吧。跳呀！不敢啊！跳啊！你倒是跳呀！跳下去！跳啊！跳啊！跳啊！跳呀！跳啊！跳呀！啊！我就算死，我也要清清白白的死。我操！人死了，我们也不知道。一不做二不休，找辆无牌车扔山上去！啊！去呀！这里是哪里？我不是死了吗？这不是他的叶安吗？在学校耀武扬威什么？我花这么多钱培养你，就这么回报我？从今天开始，你必须给我好好学习，准时到家。我这是重生到了星洛帝国，一个叫叶安的少女身上。老规矩，
今晚谁输了就要在铜雀楼包场请客。是副少的车。叫什么副少啊？叫副总。云生，你这来的也太晚了吧？你没有病啊？大晚上的，不冷吗？云深，见你面可太不容易了。副总都来了，不玩两把说不过去了吧？就是玩两把。陈旭，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云深呐，一绝不碰外面的妞，二绝不在外面瞎混，他可不会去铜雀楼那种地方。这副总是什么人啊？他叫傅云山，就是大名鼎鼎的云腾集团总裁，更是帝国第一太子爷。另外2位是傅少的好友，一个叫乔阳，在军部任职；另一位叫陈旭，是政界大人物的儿子。哇，这么厉害啊！对，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想去山上跑几圈。好，今儿输的人不仅要在铜雀楼包场，还要脱光了在这山上裸奔一圈。What？ 乔老大，你该不会是怂了吧？副少，这算不算亲自上场手撕渣渣？来，下注！来，下注！云深，你来真的呀？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好，你可不许耍赖啊！要是敢多跑1米，都算犯规。上车！上车！这破身体，异能都使用不出来。有人在飙车，正愁没有下山的办法。这几辆车当中，居然有一辆没被改装的，就是它了。他们找死啊！碰瓷，我还是第一次见碰瓷碰得这么理所应当的。你在飙车啊？我可以帮你赢。开什么国际玩笑啊！你们应该才跑完第1圈，他们的车子大多都时速210公里。这山上的弯道很多，跑完1圈最快也要10分钟，加上现在耽误的5分钟，我可以让你在第3圈的时候就追上他。我帮你赢，条件送我下山去医院，当然钱不会还给你。上车。林生，放心，能撑到最后1圈。
车技不错。以前给家里送过几年豆腐。秋名山车神啊你！我们这块追上你。我说了，第3局一定赢，就是现在。看，这下我不是最慢的了。要做就做最快的，接下来到他们了。是傅云琛的车，他居然开这么快，快到终点线了。但是前面那俩，我们恐怕追不上了。要干什么？该死！傅云生这混蛋在做什么？这里是山道，这么快的速度是会车毁人亡的。不就是个裸奔吗？这么拼命干嘛？我靠！傅云生，你想干什么？他们要死也别拉上我们呢！抓我们！我说了，会帮你。你疯了，傅云深！他居然真的做到了！喂！傅云深，你什么情况？干什么？不要命了！车不是你开的，这什么情况？副少飙个车，难道还顺路杀了个人？少爷，赶紧通知荣医生，让他立刻赶到紫园。是。云深，你为什么从副驾下来？这个女人又是谁啊？车是他开的。什么？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哎呦，没空跟你们解释了。把山道上所有监控调出来，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什么来头。我说这女孩你从哪儿捡回来的？就这伤，早该死了才对，还能被你捡回来，竟然还吊着一口气。他怎么伤的？我说是坠楼，你信吗？不过我刚刚给她做了检查，她大脑的运作和整个神经系统好像都没什么问题。真想把她的脑子切开，研究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走了。行。傅少爷，我可是特级军医，麻烦你对我这个白衣天使尊重一点。白衣天使。滚！醒了，醒了，给你倒杯水。这里的医学也太落后了，在末世打一针细胞再生的激素就能让我恢复体能。这针头，太好了，我的异能还在。你是真的很想死。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不过既然我也帮你赢得了比赛，我们俩扯平了。扯平？
我可没说过我们扯平了。想杀我呀？不介意。可是我现在随时都能要了你的命。你可以试试。你这女人说话就不能温柔点吗？哦不，你还不能称之为女人。我走。你现在这个样子离开，你是真不想活了吧？你到底知不知道你伤得有多严重？还死不了，伤也好一些了。我必须要回去。这是干净衣服，自己能穿上吗？能。把它穿上，我就放你离开。否则，就算你能走出这道门，你也走不出这个庄园。没有别的衣服。就这一个。你干什么？你当着一个大男人面换衣服，你这女人到底有没有羞耻心？差点忘了，现在的我不会随身穿防弹礼衣。转过去。终于从他脸上看到不一样的情绪了。我不。穿好了，我得走了。可以。都说了，你现在还不能乱动。你叫什么名字？叶卫国。少爷，庄园外围的监控拍到那位小姐在外面打了辆出租车，往南边方向离开了。出租车的车牌号是……我让你记车牌号了吗？车牌号是多少？啊，出租车的车牌号是龙 AA 54SB。这车牌号怎么听起来怪怪的？马上去查一下这辆车的公司，定位这辆车的行驶路线。另外，查清楚他的身份。是。姑娘，目的地到了，一共是30块05毛。姑娘，这给多了，多的拿去给孩子买奶粉。这具身体太弱了，体能不能完全使出。好在还能治疗外伤。叶家，我来了。都这么多天了，延安一点消息都没有，到底怎么回事？爸爸，我前2天看到姐姐跟几个男同学出去玩了，可能玩得太开心，忘记告诉家里了。什么？我这小年纪，竟然跟些男同学鬼混，这都多少天了，夜不归宿，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哎呀，这年轻人嘛，玩心重很正常的，只是这跟异性夜不归宿传出去，确实会坏了女孩子家名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姐姐应该已经5天没有回家了。5天了？
我在外面出差，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报警啊？爸爸是这样的，是因为姐姐之前经常跟同学出去玩，所以我才跟妈妈没放在心上。是啊，老公，她夜不归宿又不是1次2次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申安小姐回来了。这不可能！我回来了。你是人是鬼啊！你是人是鬼啊！宁宁，说什么呢？看来叶宁不太欢迎我。宁宁这2天就是恐怖片看多了，所以刚才有些失态。你看看你，都把你妹妹吓着了。这几天出去鬼混一点消息都没有，一回来就吓你妹妹。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我为什么这么多天不回家？叶宁应该最清楚。看她的样子，好像以为我已经死了。姐姐，我只是有点担心你，而且我是看到你和几个男孩子出去，我才担心你的。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啊？你妹妹就是关心你而已。我不记得我妈妈给我生了妹妹。你，她好像变了。振东，我在这个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还带着3个孩子，他居然都不认我。我妈妈是京都荣华集团董事长的女儿，你算什么东西？放肆！你告诉我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啊？你是不是做什么丢脸的事了？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到底怎么回事？5天前，叶宁说校外有人找我，我就去了。没想到那几个人把我抓了起来，我费尽千辛万苦才从他们手里逃出来，受点伤，晕了过去。幸好有人把我救起来，所以现在才回来。唉，又流血。叶宁，你坏事做尽，心不心虚？叶安，你他说的是真的吗？爸爸，你相信我，我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姐姐的事儿的。我要是知道他们是坏人，我绝对不可能让姐姐跟他们走。是吗？你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是我们学校的。我就是看见姐姐总跟他们在一起玩，还以为他们关系很好呢。没想到他们居然害姐姐，分明是叶安交友不慎，咎由自取。身为我叶家的人，竟然跟些不学无术的混混在一起，你不要脸面，我还要呢。我不认识他们，但叶宁应该挺熟的。姐姐，你不能诬陷我呀！爸爸曾经说过，做人要有骨气，不是我做的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承认的。原来你的家教就是用骨气来撒谎骗人啊！够了！原以为你受过伤回来能好好的消停点，你到现在都不知悔改。我叶深斌这样的女儿，你什么时候当有我这个女儿啊？他说的话你就信，我说的话你当是屁。我看该悔改的人不是我，是你。你再给我说一句！你个混账东西，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怎么恼羞成怒了？那你打啊！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打死我！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看来你还没这个本事。我看谁敢动他！
是你。你们认识啊？你谁啊？我的身份你不必知道。你没事吧？他还伤不到我。你怎么来了？我来叶家是送礼的。这些都是假的！你混账东西！振东，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自己看看，看看你女儿都跟什么人鬼混在一起！爸爸，这些都是叶安合成的。给我闭嘴！我连张照片是真假都看不出来吗？我告诉你叶宁啊，从今天开始，除了上学，2个月之内你不允许离开这个家半步。半年之内，每个月的零花钱减半。可是这个……闭嘴！刚才爸爸有点激动，冤枉你了。都是一家人，这件事就算了吧。你妹妹也不是故意的啊。事情没搞清楚之前，你就冲我开枪，刚刚那颗子弹差点就射穿我。现在搞清楚是叶宁做的，就轻拿轻放，还真是偏心啊。不是，爸爸刚才就是一时失手，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我怎么可能想杀你呢？再说了，这件事情你也有责任的。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过夜，这事传出去，名声多不好啊！有什么事儿就应该立刻回家的。他伤成那样，怎么自己回家呀？你谁呀你？东西我送到了，先走了。我送你。那些照片你哪来的？我想查的是，只需要动动手指。为什么查我？当然是对你感兴趣。一个从前唯唯诺诺、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人，是怎么突然变成一个赛车高手，无所畏惧的？叶卫国，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这和你没关系。没关系，来日方长，说不定哪天你就愿意对我敞开心扉了。还有，我送你的东西，我不希望你把它弄脏。要是有的选，你以为我会穿这块破布？叶卫国，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出来，我在左边的楼道的。你出来呀！你有本事别躲着！有本事你倒是找到我呀！贱人！没有人教你什么叫礼貌吗？爸爸要是知道，他会杀了你的。那他要是知道你买凶杀人，还让人强奸我，你猜他会不会杀了你？我没有。我最讨厌的就是撒谎的人。你不能打我！你竟然没有妈的贱人！无能至此，还想杀人？以后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否则我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不想留着你这条命。怎么，想帮他？姐，当然不是。这样最好。你这手怎么了？妈妈，我……这头发怎么回事？还有啊，你妹这伤跟你有关系吗？你说，跟我有关系吗？没，跟姐姐没关系。那就好。今天是开学的日子啊，到了学校安分点，别再惹事儿了啊。云山，要不要出去兜兜风？
我去。哎，这不是那天晚上帮你开车那女生吗？她到底是什么人啊？让你念念不忘的。帝国军部前将军叶建国的孙女，现军部上校叶振东的女儿，叶卫国，也叫叶安。叶卫国，这名儿起的。说起来，她还是你曾经的学妹呢。京都紫微星学院。紫微星学院是以成绩和家族身份地位来分配班级的。S 班是成绩最好、家族地位最高的一群高干子弟，然后是 A 班，往后依次类推。唯一的例外是 F 班，F 班的人鱼龙混杂，什么背景的人都有，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成绩最差，最不服管，甚至有些还有些怪癖。云深，这个叶卫国是哪个班？他 F 班。什么？喂，妈咪。宝宝，你终于舍得给我打电话了。哎呀，我的小心肝呀！我呀，给您找了个儿媳妇。啥？你再说一遍，风声太大了，我没听清楚。您马上就要有儿媳妇了。厉害了，我的儿子，长什么样啊？发张照片给妈咪看看。行，一会儿我给您发过去。云深，我刚才耳朵没出问题吧？你说的媳妇儿不会是叶安吧？该走了，去哪儿？紫微星学院。这是新来的转校生，不知道啊？咦，他长得好像 F 班的叶安。来，再来，再来。聊日文，快说点。今晚要去哪玩？哎，大哥，你这是谁？哎，这谁啊？又来了新生。是叶安。靠，我还以为来了新的同学呢。哎，你们听说了那件事没？什么事？听说他跟那些男生乱搞，竟然还有脸来上学呢。错了还不让说。我们聊我们的吧。看来又是叶宁在学校散布了关于我的谣言。上课。同学们，我清点一下人数。叶卫国。有什么事儿吗？啊，没什么事儿。奇怪，他今天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好，大家把课本打开，今天我们讲函数。唱歌的男生叫许岩，母亲是帝国级影后，家世显赫，掌控娱乐圈半壁江山。不要都不行。回回都他妈是这首歌，还唱不到调上，你能不能换一首？挑事打架的男生是拳王的儿子，叫王浩，体格高大，主张暴力，一言不合就动手。我就爱说那社会要怎么了，关你屁事！大哥唱的咋了？几天没收拾你了，皮松了。哎，我还跟你说，我最近可练过。来。我大哥唱了，怎么了？啊！我的手！唱了怎么了？没有的东西啊，看我的！大哥，唱了怎么了？坐在我旁边只专注电脑的男生叫林诺，据说父母都是帝国黑客联盟的人，他自己也是计算机怪才，宅男，基本上一天的话不会超过5句。这就是 F 班。董事长，副少已经在这儿。副少，您怎么来了？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是来聊一聊
之前谢董事长多次和家父提起的关于修建紫微星学院校内科研院的事情。去，快去，快去把资料起来，快去！哎，你有病啊你还真打！下课。第340行的代码传输错误。谢谢。我没听错吧？林洛那个门冠居然对叶安说谢谢。不客气。喂，叶安，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啊？听说你被人轮了，这事儿是真的假的？要是真的，你怎么今天还能来上学呢？无凭无据的话，我劝你还是少说。有句话叫“祸从口出”。叶安，你什么意思？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谁给你的胆子有这种口气跟我说话？要是没人教你什么叫礼貌，我来教。叶安，你放开我！你放开陆璇！既然大家都是同班同学，我也不想对自己人动手。但再有下次，可就不是动动脚这么简单了。叶安，你……看来这个王浩是 F 班的核心人物。这位同学这么猛！王浩，你干嘛帮他？都是一个班的同学，打什么打？那你刚才还跟许愿打架呢？哎，我们这可不是打架，我们这叫切磋，就是切磋。送点纸来。哎，王大哥，他咋了？可能是卡着灯了吧？操！哎，少爷，那不是叶小姐吗？是她，走，找她去。我就知道少爷今天来学校，肯定另有目的。叶安，有什么事啊？你敢跟我这么说话？你是谁？装什么呢？本少爷陆生，怎么忘了？陆胜，军门陆家的公子，还跟原主从小就定了娃娃亲，所以他是我的未婚夫。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谁让你走的？放手！本少爷听说这2天叶大小姐在外边跟人厮混，是吧？我告诉你啊，我没有当接盘侠的兴趣，也不喜欢不干净的女人，所以我现在郑重的通知你，我要跟你取消婚约。你想悔婚？没错，就算你死皮赖赖赖着我，我也不会。这婚确实该退，不过不是你跟我退，是我跟你退。你说什么？几天不见，这废物也会咬人了是吧？废物不会咬人，会咬人的是狗，就比如像你。找死！又是你！你又什么人？大帅，好想嫁给他。陆少，他好像是副少。副少，陆家的前辈个个都是军人，身为军门世家的继承人，陆少爷在学校里欺负女孩子，这话传出去不太好听吧？原来是副少，她是我未婚妻，只不过她背着我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正好过来教训教训她。未婚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刚我已经跟你提出退婚了，
还是说你反悔了？老子当然不会反悔。叶安，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回去告诉他，马上和你取消婚约。好啊。让开！这个男人看起来身份尊贵，连陆胜都十分忌惮，他为什么一再的帮叶安这个贱？头发怎么剪短了？不过倒挺好看。我们很熟吗？好歹我又帮了你，你也不能对我客气点。你刚才但凡晚来一步，他就已经被我打飞了。姐姐，我刚刚看到陆胜欺负你了，你没事吧？关于我失身的黄谣，是你传出去的吧？姐姐，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呢？你觉得呢？姐姐，这位是……关你屁事！叶安，我把你当做是我姐姐，你就这样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关心你了。需不需要我帮你收拾他？区一个叶宁而已，还值得我欠你人情吗？你这脾气，还真是让人喜欢。这人有病吧？你到底是谁？记住了，我叫傅云深。我要上课去了。你上不上课有区别吗？遵守一个团体的规矩和制度，是身为其中一员必有的觉悟。好，等你放学，我来接你。叶卫国，什么事？没什么，就叫叫你。有病！陆琪，有没有觉得他生气的时候特别好看？叶小姐本来就挺好看的呀。是吗？不，少爷，您说的都对啊。这叶小姐她只有生气的时候最好看，帅的不要不要的啊。走吧。从这里跑步回叶家，差不多半小时，就当锻炼了。叶卫国，你在找我呀？不是。那你在做什么？准备回家。上车，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回去。哎，你干什么？送你回家呀。你要是不想回家，去我家也行。你伤还没好就敢动手，你是不是不想康复了？你应该庆幸我伤还没好，否则你就死定了。你放开我！傅云深，你到底要干什么？你现在这个样子，可比之前那副死气沉沉、跟谁欠你几千万的样子生动多了。你再动手动脚，信不信我杀了你？女孩子家家的，别总把杀人挂嘴边，这样多不好。说，到底要干嘛？我是来通知你一件事。什么事？我同意了，我妈也同意了。同意什么？我同意你跟陆胜悔婚，我妈也同意你当她儿媳。神经病！停车！你听谁的？抱歉，副总。哎，这油门怎么走不动了？啊！我明明已经锁了车门，他是怎么下去的？愣着干嘛？还不跟上去？那个叶小姐进了小巷子，咱们车过不去啊。哎，低头走去！有人斗殴。去！是你？呀，没事吧？啊，没事。你怎么来了？不想死的话，赶紧走。凭什么？就
今天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要杀要打，跟我来。王少爷，这事儿是你先做的不地道，就不要怪我们不讲规矩。混了这么久的拳场，你也不是啥小萌新，该懂的你都懂。生死状是他自己签的，只是这一次老子手狠了啊！你们就这么报复我？但是你把打残了。老大说了，既然你让我们伟哥缺了条胳膊，就用你的胳膊来还。至于你的这些同学，那就只能怪他们倒霉了。腿好着没？死不了。带他回学校，快点！我从来不丢下我的伙伴，虽然你还算不上。我知道你够意思啊，看见没？手上都是真刀真枪，你打得过吗？真的吗？我不信。小兔崽子口气不小嘛！就你这小小身板、弱不禁风的，我的人一拳就能要你的命。人多而已，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既然你非得找死，那就第一个送你上路。都听到了吧？这小兔崽子说你们是花架子，待会儿给老子把他打成肉泥！给我上！接下来到你。下一次扎进去的，可就不是树了。这赶紧撤！少爷，你真的要跟叶小姐在一起？三思啊！怪你，停车停得磨磨唧唧，怕我没赶上救她。反正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我觉得叶小姐她不需要你来救她。你不当讲。哎，你看你又急，你都没事吧？看看他有没有事儿。爷，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啊！是啊，几日不见，刮目相看了。因为我是军门世长。行，这次算我欠你个人情。路过顺手而已。你没事吧？没事。这身体还是太差了，一动用异能就吃不消。袁伟国，我一个没看中你就出来跟人打架是吧？你这身体还要不要了？你怎么又跟来了？回去叫荣月，给他们都检查一下。明白，少爷。我觉得他更需要检查。我？都跟我一起走吧。这男的谁啊？别问了。是时候查一下这个傅云深的身份了。怎么伤这么重啊？现在的年轻人脾气真大，一言不合就打架。我这可不是打架，我这叫见义勇为。脱臼了？应该是。你别乱动哈，等我给他处理完了，过去给你接回去。手给我。
干什么？轻点，轻点啊！放松点，忍着。啊！哎，神医啊，谢谢啊！你什么时候有这手艺？切脱臼，以前经常干。这美女谁啊？这么厉害？你什么时候瞎的？眼睛不用可以捐了。我说错什么了？这是我女朋友。啊？女朋友？没错。你什么时候疯的？你山上受重伤的时候，我是不是救过你？之后还多次帮你，救命之恩，以身相许。接恩图报，不要脸。一会儿我送你们回去啊。堂堂帝国太子爷，居然这么不要脸！这周末有场宴会，你一定要来。凭什么？你要是不来，这宴会就开不起来。而且，到时候你爷爷也会来。爷爷？他不是在疗养院吗？是我邀请的呀。到时候我有重要的事情宣布。我考虑一下。姐，你在等我啊？我看你上了陌生人的车，又那么久没回来，所以你这是在担心我啊？我没有。进去吧。姐，那个学校里的不实传闻，我都已经澄清过了，以后他们不会再乱说了。为什么帮我？你是我姐，你的不实传闻到处飞的话，那也会影响到我。我可不是为了帮你的。行，那我就不领你这份情了。少爷，安安小姐，你们回来了，我这就去给你们添饭。哥哥，你回来了。我刚刚还跟妈妈说，你怎么还没回来呢？对了，这个周末呢，有一场晚宴，到时候几乎京都所有有身份地位的人都会来参加，你们爸爸也会回来出席。所以呢，都好好准备一下，可别给咱们家丢人。叶然，不是妈妈说你这场晚宴呢，你就别去了吧。每一次都是你让别人看咱们家的笑话，怪丢人的。那恐怕不行。为什么？因为这场晚宴没有我就开不起来。我说叶安，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这场晚宴名流云集，咱们叶家都排不上号，而你更是上不了台面，还敢说这种话？妈妈，要不然还是让姐姐去吧，我倒是想看看她有多重要。林嫂，再来一碗。我已经跟陆胜说好了，他会当众提问。叶安，你就等着在晚宴上颜面尽失吧。
不是校服就是裙子，还是去商场看看。姐，你要去哪儿？去商场。我和你一起去。我可不是要陪你，我是要去买东西，顺路。顺路啊，那走吧。两位顾客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不用，我们自己看看。小姐，您这里一共是30345元，扫码吧。好的。那个女士，您余额里的钱不够。啊，我这里就剩下3万了。要不你就把零头给我去掉，就当给我打折了，怎么样？不好意思，女士，这个价格是规定了的，我们不能打折的。我难得出来一趟，就是为了买这些东西，你就给我打个折嘛，反正也就是零头。不行的，女士，您看后边还有客人排队付款呢。他的算我账上吗？好的。加上这位小姐消费的，你一共消费了20399。来，您2位的东西，请慢走。哎，等等，那个，谢谢你啊，你真是个好人。不用，我也是为了节省时间。啊，棒棒糖给你。你叫什么名字啊？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回去我把钱转给你。糖我收下了，钱就不用了。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叶卫国。叶卫国，真好听啊！给你。我不吃，我又不是小孩了。不要算了。谁说我不要的？小屁孩，真傲娇。你们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就是叶飞啊？是我。给我上！这怎么回事？几个大人欺负一个小孩子，还真有脸。大哥，好像就是他，一定是他变了什么戏法。给我上！谁让你们来的？你猜，我轻轻一用力，你的脖子会不会折断？是有人叫我们打断叶飞的手，不让他参加射击选拔赛。谁？我真不知道。还不滚！什么射击比赛啊？姐，就是学校组织的一场兴趣比赛，今天下午举行。没有想到会有人因为这个对我下毒手，那就说明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兴趣赛了。下午我陪你去。
沈将军不愧是帝国最年轻的将军，果然气度不凡。副校过奖了。昨日父亲和舅公已经跟我进行了通讯，他们对沈将军昨日在帝国会议上所提出并通过的提案十分赞赏，并让我全力配合完成这个项目。哎呀，十分感谢，我会尽力而为。我先走了。将军，参与射击选拔的成员已经到了，比赛马上就开始。好，打开屏幕。是。副校，今日有很多高校的学生都来参加射击比赛，我打算从他们当中选拔一些能力出众的学员，重点培养。不知道副校是否有兴趣一起看看？我还有事，先不看了。那我送送你。副少，你不是要走吗？小镇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就留下来看看吧。好。那个短头发的女孩，也是你们参赛的学员？回副少，这位不是学员，他是陪边上的学员来的。边上的学员叫叶飞，调出叶飞的档案。倒是个好苗子。不过，他旁边这位，他旁边人怎么了？哦，射击场的摄像头并不在明显的位置，但是他能第一时间找到，而且对着摄像头笑，这种侦查能力很突出啊！而且你看，他走路的步伐和笔直的站姿，有什么问题？只有一种职业能与之相匹配啊！什么职业？军人。他的确出自军门世家。哦，副少认识他？我和他关系匪浅。9环，不错，肩膀再往下压一点，左臂放松，应该会更好。10环，虽然是10环，但你臂力不够，不能长期维持这个姿势，所以你只能射击，不能当狙击手。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射击？我怎么不知道？叶飞。陆胜，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来打比赛啊！你怎么把他也带来了？陆琛，这谁啊？之前怎么没见过？他呀，他叫叶卫国。叶卫国？哈哈，不是吧？这个年代还有人叫这个名字？保家卫国的卫国，真不知道起这名字的人怎么想的。有那么好笑吗？一般技不如人的废物才会嘲笑别人的名字。你说谁是废物？谁对号入座就是谁了。我，今天先不要闹事，别忘了军部的人今天可能在这里。行，那就不动手。既然这里是射击场，不妨我们就比一把。谁要是输了，就绕着这个场地爬一圈，大喊我是废物。兰兰，就一个县区赛而已，有必要这么侮辱人吗？怎么，不敢比啊？谁说我不敢？我跟你比。哎，我说的不是你，是叶卫国。怎么样，叶卫国，敢不敢比比？不是陆胜，你疯了吧？我姐可是一天射击都没碰过，而你已经干了10几年射击了，你跟她比，你怎么想的？你还要不要你的脸？是他先说我技不如人的。这里是射击场，不比射击比什么？如果不敢，那就自己承认是废物。毕竟在学校的时候，他还是那个什么R4嘛。R4，那是什么？就是 Rubbish 4。能在紫微星学院被人叫 R4，叶飞啊，你这姐姐
太厉害了！你想怎么比？每人10发，打完之后命中环数最多的那个人获胜。可以。姐，别冲动啊，这不能答应他的。哎，那个说好了，要是输了，别说我耍赖啊！我从不赖账，但是你要是输了，就得围着这里一圈叫自己是废物。这点小事，你应该不会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吧？不自量力，等你输了，我就把你爬在这说自己是废物的视频传出去，让你在京都好好出名。把你的枪给我。姐。现在的学生真是年轻气盛，一言不合就要打赌。副总，你要是觉得他们的行为不妥，我立刻找人制止。没事，我相信他，让他们比吧。傅少和陆生认识？他还不配跟我认识。那您相信的是？当然是我女朋友。女朋友？谁先来？我先吧，给你打个样，别一会儿说啊，我欺负女人。陆晨，可以啊，98环，这也太准了吧？是啊，我看今天这选拔赛，你已经是10拿9稳了啊！叶卫国，到你了。姐，他打的98环，这咱们肯定赢不了啊！要不然我和他比吧，我一个男人，就算输了也没什么。有姐姐在，什么时候需要你出头？98环，很了不起。哎呦，叶卫国，你拿过枪吗？开过枪吗？好歹是军门子弟，连枪都不会开，那怕就真成笑话了吧？就别说10环了，我估计连1环啊你都打不到。你说我会开枪吗？哎，你干什么？哎，我警告你啊，别乱来啊！那就把你的狗嘴闭上，否则我不确定我会不会花眼。一枪打爆你的狗头！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打我，你们叶家就大难临头啊！陆少爷，这么害怕？可惜这把枪没有子弹了。看陆少爷刚才的样子，怕是吓得要尿裤子了吧？你他妈敢耍我！弹夹给我。姐。要我帮你上吗？这也太快了吧！是啊，这换好了。他换弹夹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快的连时间都数不过来。就算是我手下培养这么多年的兵，也比不过他呀。这还只是开胃小菜，我女朋友厉害着。换得快有什么用？我们比的是命中的准头，又不是没用的速度。在战场上多争取1秒，就是多了几分胜算。你管这叫没用的速度啊？哎呦，说的好像你上过战场一样，先打得中再说吧。哎呀，叶卫国啊，叶卫国，你连看都不看就闷头乱射，我估计10枪都是空把吧。那你要不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打中多少环？你快看，100环，100环。这不可能啊！100环，他连看都没看，这系统有问题！不可能，这可是军队的系统，不可能出问题的。叶卫国，你作弊！陆晨，我们都亲眼看见，
他没办法作弊啊。对呀，陆深，我看他挺厉害的，刚才可能是我们看走眼了。我不相信。一个大男人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很难吗？行，今天算你走运，我不跟你计较。我们走。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刚才有下赌约吧？既然你输了，履行赌注吧。叶伟国，我现在可是你未婚夫，我要是丢人了，你也不体面。怎么会？我赢了，你输了，我体面得很。行了，我累了，懒得跟你们掰扯，走。又他妈是副手，要打赌的是你，现在不遵守承诺的也是你。陆少，格局小了吧？副手，我不是不肯认，是他太过分了。他让我爬一圈，还要喊我是废物。这个要求不是你提的吗？怎么，只对我一个人生效？我就跟你开一玩笑，你较什么真呢你？可我这个人就喜欢较真。你今天要是不遵守约定，我保证，陆家明天见不到升起的太阳。我是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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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废物。这就是自不量力的后果。女朋友，我又帮你一次，你又欠我一次人情。女朋友？你们什么关系啊？他在说什么呢？你的未婚夫不是那个陆胜吗？首先，这个人和我没关系。其次，那个陆胜很快就不是我的未婚夫了。等我见到爷爷，我会让他取消婚约的。竟然说我和你没关系，我会很伤心的。之前在山道上，算是我碰瓷儿你，但我没想到你比我还会碰瓷儿。我已经系统的学习过。学习什么？当然是怎么追女孩子。哦，那你想怎么追我啊？听说烈女怕缠郎，有病！叶飞，我们走。大点声，没吃饭啊！我是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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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废物。妈妈，你说我周日穿这个怎么样？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姐，什么时候学的设计？今天太厉害了。爸，你回来了。晚宴礼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依安，你的礼服呢？如果没有，你妹妹那儿有不少好看的裙子，去挑一件合适的穿上，别到时候去了给我丢脸啊！我从来不穿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不想穿，所以不穿。因为不想穿，你存心给我作对是吧？女孩子就该有个女孩子的样，你瞧瞧你现在什么样了？谁规定女孩子就必须要穿成那样？我留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做什么事儿都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更无权性别歧视。跟我顶嘴是吧？你不尊重长辈，给我跪下！你恼羞成怒的样子，真可怜。你是不是以为我经常不在家就没人管得了你了？我他妈是你老子，我教育你是天经地义的。即便你作为这个身体的生父，也不具有让他下跪的资格。用血缘捆缚阶级，是最低劣的手段。你这个混账东西！我要不教训教训你，就当真反了天了你！你，给我松开，松开！听说你是现任军部上校，竟如此。
等你什么时候打得到我，再谈教育我也不迟。又快又准，他天生就是当狙击手的料。更何况叶安还是军门世家，家世清白，这根本就是送上门来的人才啊！将军啊，那还需要找叶卫国谈谈吗？先不要着急，先观察一段时间，把他所有的记录都做成分析报告。军人除了能力突出以外，还要坚韧勇敢，心怀使命。希望他不要让我失望吧。云山，儿子，你是不是要去参加宴会啊？那我儿媳妇今天是不是也去啊？应该会吧。那能不能让我也去？不能。为什么我每次都没说完你就说不能啊？你每次出门都会引起轰动，会扰乱我的计划。我保证，我这次绝对不捣乱。不能。小气。陈曦，你快帮我找找，我儿媳妇在哪儿啊？阿姨，你赶紧藏起来，你身份这么重要，出了什么事我可担待不起。哎呀，能出什么事？哎呀，你咋咋呼呼的？你身为云深的好朋友，难道你就不想看看好戏吗？阿姨，下次这种事你可以找乔阳的嘛。我本来就是要找乔阳的，但是那臭小子他出任务了，没办法呢，我只能找你了。哎，我还是个备胎。我去那边再看看。哎，阿姨，叶小姐一段时间不见，落发的越是水灵了呀。哎，叶夫人也保养的真好，乍一看呀，还以为她跟叶妮小姐是姐妹呢。哪有，过奖了。哎，叶夫人。哎呀，陆夫人，哎呦，叶夫人，哎呀，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姑娘也越来越漂亮了。宁宁，你今天真漂亮。看样子申儿跟宁宁的关系真不错，这俩人倒是挺般配。可不是嘛，他俩从小关系就好，要不是老爷子非要定叶安呀，说不定这俩孩子还真能成呢。哎，前不久有人传出说叶安跟不三不四的人厮混，是真的吗？家丑就不外扬了。哼，我们陆家可不要这种不检点的人进门。你之前说今天就跟姐姐退婚，是真的吗？放心，我已经给爸妈说了，他们同意了。等到时候人齐，我就当众宣布，跟他断绝关系。那就好。叶安，你马上就要沦为笑柄了。都几点了，这叶安怎么还不来？妈妈，你忘了吗？姐姐之前说过，今天只要她不来，这个宴会就开不成的。哎呦，今天的宴会可是帝国商会举办的，他叶安算个什么东西？这种牛也敢吹，哈，也不怕被扫地出门。哎，叶安来了。哟，那个穿的不伦不类，穿个短裤短靴的就是叶安啊，一点女孩子样子都没有。哼，姐姐怎么回事呀？参加这种宴会也不知道穿个礼服，家里有的是礼服，这叫丑人多作怪呗。哎姐，他们在那儿。我对找妈不感兴趣。哎姐，那你去哪儿？我自己待会儿，你过去吧。嗨，叶卫国，又见面了。是你？你还记得我？鸭舌帽。嗨，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你好，我叫程小小，以后我可以叫你卫国吗？随意。他的手上虎口和食指关节有很厚的茧子，这是经常拿枪的人才会有的。程小小，旭哥哥，
我记得程伯父是不是给你下了禁足令？你又往出跑，走，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哎，我不。叶安，我们见过吗？见过，我叫陈旭，是云深的好友。半个月前的封山，你帮他飙车，我也在。原来如此。上一次见你，叶小姐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姐姐，爸爸妈妈都在那边呢，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关你屁事！我就是关心你一下呀，干嘛这么粗鲁？难道是怕谎言被拆穿呀？我说什么谎？只要你今天不来，这个宴会就开不了。这话是你说的吧？这话不是我说的。怎么，不想承认，想耍赖呀？这话他说的。这不是三番两次帮叶安的那个男人吗？他到底是什么人？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啊！姐姐别忘了，你可是有未婚夫的人，跟别的男人不三不四，就不怕陆生不要你？糟了，这个小祖宗的暴力倾向又犯了，不能让他再伤人了。叶小姐，我现在就要离开了。走。你刚刚说什么？我说啊，姐姐可是有未婚夫的人，跟别的男人走那么近，不太好吧？有未婚夫和别的男人走得近，应该比那种非要和别人的未婚夫走得近的女人好吧？你胡说什么？我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就算你生气，也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羞辱我，我的清白吧。你对号入座还挺快的，明明就是你自己不检点，所以阿胜哥哥才不要你的。再说，你看看你现在哪有点女人样子，谁会想娶个男人婆呀？所以，这就是你勾引别人未婚夫的理由？哟，这不叶宁吗？刚才跟陆生眉来眼去的，是不是想撬走姐夫呀？听说呀，他妈当年就是小三上位，有其母必有其女的。你胡说！你少血口喷人！我松开！我的手要被捏断了！我警告过你，给我安分一点，否则我不会手下留情。宁宁，贱人！宁宁，贱人！姐，你没事吧？有没有呛到？胜哥，谢谢你。放下我！我好歹救了你，你还想恩将仇报？更没良心的小东西！我会游泳，会潜水，需要你救，多管闲事。你好重。废话，我腿上绑着10公斤的沙袋，落水能不重吗？这怎么了？这是？爸爸，刚才我看到姐姐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就想上去劝她一下，毕竟她也是有未婚夫的。没想到她这么生气，她把我推下水。叶安，你妹妹劝你有错吗？你为什么把她推下水？道歉！她活该。叶叔，我要取消和叶安的婚约。什么？我想娶的是一个心地善良、温柔的女人，绝对不是像叶安这样推自己妹妹下水、不知检点、顶撞父母、蛇蝎心肠的女人。叶先生，我们两家也算是世交，这门亲事确实是我们家老爷子定的，没错。可是，这样的女人要是进了我们陆家的门，恐怕日后我们陆家也不得安宁。这个婚约，还是取消了吧。取消，也不是你说了算。爷爷，爸，你怎么来了？我要是再不来呀，你还以为我死了呢。竟然敢这么欺负我的孙女！这就是袁楚的爷爷。魏国呀，爷爷问你，
你是不是想取消婚约？爷爷，孙女想取消和陆家的婚约。都怪这个死老头，这么一来，丢人的就是陆胜。好，诸位都听到了吧？我孙女想解除与陆家的婚约，陆胜呢，他看不上，所以啊，我现在正式宣布，从今天开始，叶陆两家的亲事就此作罢。谢谢爷爷。老爷子，你别怪我多嘴，你这个孙女儿和我们阿胜退婚之后，也不会有人要的。大户人家的儿媳，哪个不是名门淑女？像她这样，哪个男人驾驭得了？谁敢娶呀？别人不敢，我傅云深敢。叶卫国不需要被谁驾驭，他只需要做他自己。你是什么人？妈，你就少说两句吧。怎么，我们陆家也算是军门世家，还怕他不成？不是他很有可能是那个。行了，叶家与陆家的亲事就此结过了。现在啊，我要宣布另外一件事儿。既然今天呢来的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不如我请大家共同做个见证。爸，要见证什么呀？当然是见证我和叶小姐的婚事了。这是傅少，傅少，哪个傅少？还能是哪个呀？帝国商会会长，云腾集团总裁傅云深呀！不是吧？傅少竟然屈尊降贵来参加今天的宴会。哎，他刚才说他和叶小姐的婚事，叶家要和傅家联姻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太子爷怎么会看上这个野丫头？一定是你们搞错了。今天的宴会就是我为我的未婚妻准备的，不信的话，打开你们的手上的请柬看看，是不是有我俩的名字？傅云深、叶卫国，这居然是真的！傅云深，你以为你这样就会摆布我？你不怕我杀我？你不会杀我的，你这么聪明，怎么会给自己惹麻烦呢？不碰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你到底什么目的？当然是帮你啊！陆家态度恶劣，即便你顺利退婚，对你名声也不利。可是如果你做我的未婚妻，陆家可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小丑。你以为我会在意名声？可我在乎，你是我的未婚妻，我不会给任何人伤害你的机会。叶老爷子，可以宣布了吧？好，现在我就请大家共同见证我的长孙女叶安与云腾集团总裁傅云生正式订婚。也就是说呀，从今天开始，叶安就是傅先生的未婚妻了。这陆家也太搞笑了，还好意思嫌弃人家叶小姐？现在好了，人家成了太子爷的未婚妻，这下连拍屁都赶不上喽。可不是嘛！我要是陆家人呀，恨不得找个地缝立刻钻进去。你闭嘴！凭什么？这里有你反对的份儿吗？爷爷，我的意思是，既然是联姻，那就是两家的事儿。就算傅少同意，那傅家人呢？宁说的对啊，傅少，就算您喜欢他，您父母未必同意吧？只怕这叶安入不了他们的眼，这婚事成不成还不好说呢。这下我看你怎么收场。去，把夫人叫来。是少爷。难道傅夫人在这里？那今天的宴会也太隆重了吧！妈，夫人好，夫人好，夫人好。叶老将军，傅夫人啊，哎呦，你看我这给我老腿的，不好意思。叶老将军，你太客气了，以后我们可就是亲家了，你还这么客气做什么呀？对，亲家。
安安，阿姨很喜欢你，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你，你就告诉阿姨，阿姨给你撑腰。好。魏国呀，推爷爷到外面转一转，爷爷有话对你说。别看了，反正又跑不了。啊不，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今天我可是立了大功了。不过咋啊？那个，没想到你现在口味这么重啊！是陈旭带你来的吧？这哪有啊？我都看到了。好吧，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啊。哦。还真是他带你来。你个臭小子，你套我话呢？魏国呀，你对这门婚事有什么想法？没什么想法。我担心呀，傅家的门庭太高，你有过多的思虑，说你不愉快。爷爷现在也老了，担心以后护不住你了。以后呀，有傅少庇护你，爷爷就放心了。虽然我不需要谁来护，但爷爷是这个家里对原主最好的人。爷爷，谢谢。你知道爷爷为什么会越过你父亲，将继承权交给你吗？不知道。一个家族的继承权，不仅意味着将继承家族所有的资产，还有家族所有的旁支都必须听从继承人的命令。在军门中，要想成为继承人，必须成为军人。那为什么不给父亲，而是给我？一是因为你的母亲，当初如果不是我的撮合，你母亲是不会嫁给你爸的。这些年，你爸的确做了许多对不起他的事情，这也算是我对你和你母亲的补偿吧。对于已经死了的人，补偿没有任何意义。是啊，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你。我？魏国，你要记住，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和所有的人不一样。你以后将成为整个星落的强者，所以你必须成为一名军人。你能做到吗？虽然现在我还没有为帝国卖命的打算，但军人是我生来的天职。少爷，沈将军那边有急事想要见你一面，人就在客房。走吧，送夫人回去。啊不，儿子啊，我儿子还没看够呢，我也要去。1分钟之内把夫人送回去。您就别为难我了。臭小子！副总，坐。沈将军急着找我，是有什么事吗？今天军部通过天眼侦查到，贪狼已经非法入境，可能已经潜入到了京都啊。贪狼？那个臭名昭著的雇佣兵组织？不错，贪狼这个组织从不轻易涉足星落，这一次恐怕受雇于他国，对我星落实施非法恐怖袭击。你们之前跟他们打过交道吗？对他们了解多少？我军部曾和贪狼多次交手，但是没有一次能将他们抓住。云鹏集团拥有着先进的设备和最顶尖的人才，如果后期需要，还希望副总能够配合我们。力之所及，在所不辞。多谢副总。哎呀，哦，对了，野狼最近怎么样？野狼？抱歉，野狼是我给你女朋友所起的代号。我们军部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代号。虽然她还没有加入到军部，但是我期盼着有一天她能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啊。这个称号倒是很适合他。不过将军要改口了。哦，她现在不是我女朋友，
的，还是我未婚妻。叶安，待会儿王浩要在地下球场打比赛，你要来看吗？地址发我。叶安，别看这打着训练中心的幌子，其实这是帝国最黑的地下交易中心。王浩13岁就开始在这儿混了，他在这地下交易场里多少有点名气。2年前我跟他一块来这儿，偶尔还可以套点黑货。团长，虎鲨这是玩上兴头了吧？怎么还不结束？的确玩过头了。走吧。虎鲨。他死了！怎么可能？这一拳也不致命呀！不是，这就死了？你逗我了你？这是你们的气息。擂台上的男人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你能杀死的。我还有事儿，先走。团长，对不起，我好久没玩这么尽兴了。虎鲨，我看你是又把我们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了吧？你再这么玩下去，被那些人发现，又要陪他们玩藏猫猫的游戏了。好了，我们走吧。你们先出去等我。是。是。你在跟踪我？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你是异能者？怎么，你想杀了我？不，只是这把枪在我这里比较安全。小家伙，我可没时间陪你玩。我的东西还是我自己保管比较好一点。希望我们还能再次见面，我亲爱的小家伙。他们好像不是军人，难道他们是雇佣兵？你怎么来了？过来送你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上车。你一定会喜欢的，或者说，这是你十分需要的。这么喜欢抽烟，是因为你想早点死吗？你应该知道，二手烟的危害比你直接吸烟的危害还要大。如果你想继续跟我谈，我建议你掐了烟头，否则我就会认为你是在蓄意谋杀我。我怀疑我哪天真的会被你气死。喜闻乐见。东西呢？
打开看看。喜欢吗？为什么给我这个？因为我知道你需要。全世界，这是唯一的一把，因为是我亲自设计的。双排弹夹更弹，一排20发，总共40发，可装填发射5种口径，弹头初速应该在400米每秒。至于精准度嘛，这需要进行测试才知道。他全都说中了。这是什么？这里面装了20多根麻醉针，只要扣动枪身侧面的机关，发射弹药的枪管就会自动替换成针管。整个枪身拆卸成零件之后，还可以重新组装成一个手环。你动作这么快，我怀疑这东西不是我设计的，而是你自己设计的。你送我了？嗯。别忘了，你是我未婚妻，保护自己的未婚妻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你也别忘了，我们只是逢场作戏，嫁给你，做梦比较实在。我没开玩笑，你自己小心点，京都不太安全。今天我在入侵商会系统的时候，一不小心拐错了线路，拦截到了京部的情报。有件事挺有趣的，你想不想听？你说。有一个臭名昭著、名叫贪狼的佣兵团，现在已经入境，坐标位置应该就在京都。蓝修，贪狼佣兵团的首领，出生于 M 国贫民窟，凌驾于世界所有规则之上。贪狼的所有大事都是他把持操控。听说过？是他？你认识？偶然见过，确实在京都。看来傅云生说的没错，京都要起风了。今天班上来了位新同学，请大家热烈欢迎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叫程小小。坐最后一排吧。大家出席吧。魏国，你好呀。啊，那个小哥哥，你能把这个位置让给我吗？哎，魏国，好久不见，你有没有想我呀？你是冲我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人家就是喜欢你而已嘛。看我这么可爱，忍心对我凶巴巴的。查他。啊？嗯。怎么？他的资料是 S 级权限，我需要时间破解。你到底是谁？我那个……奇怪，电脑怎么没网了？我手机也没信号了。我的也没有了。怎么回事啊？我出去看看。哎，我也去。紫微星学院，准备好一场盛大的狂欢吧。Sorry。怎么了？蓝修，贪狼佣兵团，他们的目标是紫微星学院。
手机不是没有信号吗？林洛在我手机里面单独装了一个隐藏接口，可以跟他单独通话。林洛，现在发一道消息给军方，紫微星学院已经被雇佣兵协助武器入侵，人数大概在30人左右。学院多处已经被安装了定时炸弹。还有，让王浩看好 F 班的人，不要随意走动。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解决。还有，小心你身边那个人，他是顶级狙击手。我知道了。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叶恩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少爷，是不是叶小姐她不愿意跟您说话？不会，她这个人嘴硬心软。除非……马上给紫微星学院院长办公室打个电话。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稍。少爷，不在服务区。该死，是我失算了。贪婪的目标很有可能是紫微星学院，那里是帝国未来所有继承人的集中地。马上联系军方的沈将军，告诉他做好准备。是。在座的各位，报告将军，我们刚截获了一条通过无线电波向我们军方特殊渠道传来的消息。什么消息？紫微星有雇佣兵携重武器入侵，30人以上，多处已安放炸弹。还有富少那边也传来消息，说贪狼佣兵集团很有可能入侵了紫微星学院。还愣着做什么？全体动用，准备战斗！是。炸弹，这是贪狼给学院的警告，也是他们的开胃菜。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接下来爆炸点只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现在去哪儿？拆炸弹。配电室在里面。走。线路都被剪断了。定时炸弹？不，定时加油。而且整个紫微星学院不止这一幕，在倒计时范围内，可随时遥控这些炸弹爆炸的时间。林洛，现在立刻把整个紫微星学院的剖析图和建筑图纸发给我。发给你了。把手机给王浩。我在。王浩，记住接下来我说的这几个地方，重点疏散这几个地方的人群，还有，千万不要接近这几个目标。好。 2楼的广播室，实验楼1号实验室，7楼器械厅、演播大厅，还有我所在的配电室。好，我知道了。刚才的爆炸是在演播室发生的吗？对。我知道了。会拆炸弹吗？不会。没事儿，会开枪就行。开枪吗？那我可太会了。 快点儿，报告点，同学们，快跑啊！爆炸了！有人在指挥他们行动，好像是一个男生。他们避开了我们所有埋放炸弹的地点。你想告诉我，这是巧合？奇怪，我们炸弹的位置，他们怎么会知道？怎么会这样？配电室的炸弹没爆炸。去看看怎么回事。 好，我马上带人过去。
团长，你看，这不就老实了吗？啊！我敢知道，外面集结了不少人，他们居然来得这么快，倒是我小看星罗帝国的军方了。团长，那接下来怎么办？把所有小绵羊偷偷圈聚到一个地方去。哎，副长，危险！这什么东西？不清楚，但一旦靠近，就会被上面的电流所电到。里面什么情况？不清楚，我们根本无法强攻进去。而且现在整个学院都在他们的掌控当中，而且刚才已经发生了爆炸，里面有没有人员伤亡，暂时无法确定。发生了爆炸？对。哎，副少，不行！我感情不是你老婆在里面。副少，副少，你别忘了，现在学院里的学生和老师都在他们的手里，而且刚才已经响了枪，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云腾集团已经破译了你们传过来的信息。贪狼是受雇于阿国，所以才有了这次的武装恐怖行动，目的就是为了摧毁星洛帝国京都高层未来所有的继承人。又是二瓜！你们从哪儿得来信息？是有人从紫微星学院里面发出的无线电波。无线电波？对。陆逊，让人将公司新研发的产品送过来。是。叶安。你最好别出什么事。接下去，7楼机械室。这是什么操作？还有这种黑科技？听说你是狙击手？是啊，可是我上学没有带枪。很快，你就有。去拿你的武器吧。好。狙击手，你可以找你的制高点。好，你去拆弹，我来验昏迷。团长，有人拆了我设置的炸弹，看来在这个紫微星学院里。有不安分的老鼠，我现在带人去清理一下。不听话的小老鼠，难道是你，亲爱的小家伙？程小小，帝国国会议员的女儿，有轻微反社会人格，顶级狙击手，曾有过误入杀手组织、狙杀各国政要的前科，因此被勒令不准持枪。叶安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危险吧？这是无线电波。我们发出的无线电波被接收了，并且得到了回应。对方说，他们现在藏在一个地下室里，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被那些归阴兵抓起来了。问他是谁，还有是谁指挥的他？是。贪狼的首领蓝修十分的狡诈，绝对不会为了完成任务和我们鱼死网破。现在他们的状况插翅难逃，恐怕要利用学院的学生来做人质，来威胁我们呀。少爷，对方说他叫林洛，指挥他的人是叶小姐，但是叶小姐并不在他们当中。他说
叶小姐让他们避开所有安放炸弹的位置。据她猜测，应该是去拆炸弹了。什么？是野狼在指挥？拆炸弹，胆子还真大呀！继续保持联络，还有，让他随时汇报叶安的情况。明白。原来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蹦跶的小老鼠，是你。老鼠，我想应该叫老虎比较合适吧。别动！没事吧？魏国，你怎么又会拆定时炸弹，枪法又准了？你究竟是做什么的？我刚刚是不是眼花了？眼花了，快去下一个地方。可是团长，敌方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紫微星学院，我们该怎么办？要不我们把所有的学生都给杀了，这样也算完成了任务。我们这次的行动这么隐秘，究竟为什么会走入风声呢？我设置的屏障很快就会消失，想要全身而退，只能让那些小绵羊当做人质了。哼！传消息出去，要是有人敢轻举妄动，那么我们就跟整个紫微星学院同归于尽。团长，有人毁了我们所有的炸弹装置，那个人身手很厉害，而且在他们当中还有狙击手。怎么会？我带去的2个弟兄全部都被射杀了。计划已变，在启动 B 计划之前，找到他们所有人。沈将军，这是少爷让人准备的塑料外套。塑料外套？这电流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穿上塑料这种非导体比较好。沈将军，可以安排人员进入。哎，好。哎，副校，你要去哪儿？沈将军，少爷他另有安排。嘘。叶安，程小小，叶安，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整个紫微星学院都已经被雇佣兵入侵了，所有的安防系统都已经被破坏，目的就是为了要毁了紫微星，杀死学院内的所有学生。不想当孬种的，想活命的，想保护自己的学院和同伴的，就拿起它。你来这个。你这不是让大家去送死吗？大家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就是，我们凭什么信你？学姐说的对，还不如在这儿躲着。凭什么？就凭这些枪，
是魏国从那些雇佣兵师身上扒下来的，炸弹也都是他拆的。如果不是他，你们早就变成肉泥了。这样你觉得够吗？军人子弟，义不容辞。很好，熟悉一下枪支，储存体力，随时准备战斗。是。叶安，情况怎么样？我调取了监控，人质都在图书馆大楼，监控里可以大概调出雇佣兵的位置。等我们过去了，随时告诉我们他们的位置。没问题。你们2个留下，其他人跟我离开。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军人服从命令就是天职。你们手上的枪支不仅仅用来杀敌，还有保护你们同伴的工具，明白？是。出发。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听我指挥。我既然把你们活着带出来，就一定会让你们活着回去的。是。一帮小崽子还玩枪呢啊！让我教教你们枪是怎么玩的。开枪！这是异能者！就是现在，开枪！叶安，我在监控里看到那个叫兰修的贪狼首领了。在哪儿？天台。你们先进去解救人质。那你呢？我去天台。团长，团长，你也被袭击了。那个指挥的人也是个异能者，我们的子弹伤不到他，反而是我们的人全被歼灭了。伤我的也是他。看来没有人质在上，军方是不会受到威胁的。军方已经想办法入内了，我们得赶紧撤退。站住！入侵了别人的地盘就想跑？行，炮轰！小家伙，果然是你！能让贪狼任务失败的，你是第一个，因此你必须要付出代价。不好，今天用了太多次异能，身体快到极限了。团长，再不撤离就来不及了。你怎么来了？我怕你死了，我这辈子就只能打光棍了。你受伤了？刚才在楼下跟几个雇佣兵纠缠，不小心受伤了。怎么，心疼我？活该。他们的核心头目还是跑了。学校里的学生呢？军方已经进入学校，他们安全。那就好。燕。奇怪，上次见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素质并不太好，但这次我给他做完检测，简直就不像相同的一个人。怎么回事？他全身上下的各项指标都堪称完美，就好像是特意从一个模具里刻出来的。他要睡多久？他是精神负荷过重导致的深度昏迷，正常来说睡个1天，休息好了就醒了。你不是说他要睡1天吗？我也不知道打脸来的这么快。又是你救了我？放屁！明明是我救了你。哦，傅少爷说的不错，要不是他把你救回来，我也没有医治叶小姐的机会呀。谢谢。哎，
你不作，好好在房间里休息一下会死是吗？你上次这样，这次还这样。放手！你才昏睡了8个小时就想出去活蹦乱跳，是不是想让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女金刚，然后让大家把你当成猴子似的围观？叶小姐，你现在确实需要静养，还是听傅少爷的吧。既然叶小姐醒了，那我就先走了。紫微星学院怎么样？图书馆里的雇佣兵已经被就地击杀，图书馆和地下室里的学生已经被安全救出来。太久了。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想要继续当一名普通学生，恐怕没那么容易。不过，如果你还想继续当一名普通学生，也不是不可以。我可以帮你。既然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要活得畏畏缩缩？只有堂堂正正的活着，我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吃的。不吃。乖，听话。病人就应该多吃水果，才能好嘛。傅云深，你干什么？真可爱呀！看你是活腻。哎呀，轻点儿！我为了救你，我肩膀还受伤了。受了伤都不知道老实，是不是一定要把你钉在墙上你才会老实？您不能这样对我，我还有用呢。你有什么用？您找的那个狙击手，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程小小为什么抓他？帝国安全局对程小小早有禁令，他终身不得持枪。虽然他平时不听话，依然将枪带在身上，不过没有暴露在大众视线中，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可是这次，所有人都看到了他持枪，上有禁令，就算程小小保护紫微星有功，依然要上军事法庭。要上军事法庭也应该是我，枪是我给他的，人也是我让他杀的。放心吧。程小小保护紫微星学院有功，就算上了军事法庭，也会从轻发落的。而且，说不定因此他就可以解除不得持枪的限制了。真的？不过，需要有人管制，他体内的反社会性人格需要得到压制，且这件事需要有人给他担保。谁？你觉得呢？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动？恨不得下一秒就要以身相许了。你的舌头我不喜欢，割了算了。我要去处理一下程元守的事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打我电话。喂，妈咪。仔仔啊，怎么了？我要结婚，你帮我跟我爸打声招呼。什么？叶卫国，你跑不掉的。叶安，原来你没事儿，我们还以为你受伤了。我就说嘛，叶安这么厉害，肯定不会受伤的。对方可是雇佣兵，叶安又不是铁打，怎么可能没事？我猜啊，只是叶安身体素质好，恢复的比较快而已。你们都没事就好了。其实我们今天来啊，除了来看你，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军方的人找我们约谈了。谈了什么？第一，是那天在学院跟贪狼雇佣兵的作战计划；第二，是问我们有没有参军的意向；第三，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难怪我一直觉得有人暗中注意我的一举一动，看来是军方的人。你们愿意参军吗？我跟王后暂时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是我希望你们当兵呢，和我一起成为一名军人，你们愿意吗？一直以来都是我替你办事儿，你付我佣金，那你就是我的 boss， 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其实之前你问过我这个问题，问我要不要一辈子打拳，其实我当时也没考虑好。我父亲是拳王，所以我从小就练拳习武，一直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做什么。直到那一次学院发生的事儿，我跟你一起并肩作战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热血沸腾。甚至那一刻，生命我已经抛之脑后了。所以，今后不管你依然在做什么，只要能和你一起共事，我愿意。我也愿意。王浩有武力，但是我有脑子，收下我你不吃亏。话说出口，可就不能反悔了。绝不反悔。作为一名程序员，就没有反悔的选择。很好，我的伙伴们。微博，我终于又见到你了。这是我老婆，谁允许你这么抱着她的？不是老婆，是未婚妻。是老婆。是未婚妻。老婆。闭嘴！你持枪的事儿解决了？我已经被军事法庭释放了，而且我的持枪禁令也已经被解除了。你要感谢谁？当然是魏国啦。魏国，安全部提出让我持枪的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人要管制我，对我负责。我说那个人是你，你不会不管我的对吧？好，以后对你负责。那我呢？你概不负责。追老婆真不容易。少爷，沈将军来了，他说想见见叶小姐。没看见我老婆在休息吗？不见客。沈将军是军队的人。没错。让他进来吧，正好我也有话要跟他说。野狼，身体还好吗？野狼。哦，抱歉，这个呢是我私底下给你起的代号，一时没改过来。这段时间，军部的人没少跟踪我吧？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拐弯了。我来呢，是希望你能够参军。沈将军给我一个参军的理由。你的爷爷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也是帝国的功臣，而你是他的孙女叶安。你的名字叫魏国，叶魏国。军部打算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这是帝国的尖刀利刃，比以前的特种部队更加锋利。它将作为整个帝国最特殊的存在。第6军区龙牙部队。第6军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帝国只有5大军区。第6军区所属区域是整个帝国，它拥有星落所有地方的最高权限。叶安，我以第6军区总指挥的身份特招你进入龙牙部队，你愿意吗？我要最高指挥权和决策权，另外我会带几个人一起进来。带人？带什么人？我的伙伴们，许岩、王浩、林洛，以及程小小。条件我已经说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沈将军。他们几个人愿意和你一起过来，听从你的指挥？他们已经答应我了。现在的我们是一个团队。你所说的这几个人，有些都有过前科，虽然他们确实有资格特招入伍，但我还需要考虑一下，因为我要对帝国负责，对龙牙负责。好，我就等沈将军回复了。还没聊完吗？我老婆需要休息。副少，叶小姐，那我就先走了。老婆，滚出去！好嘞。你去哪？叶飞都快把我手机打爆了，看不见我，那小子会担心的。我送你。不用，跟叶家之间，我想自己做个了断。老爷，安安小姐回来了。老爷，安安小姐回来了。贤，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没事。听说你这2天住在傅云深家里啊？以前是夜不归宿，现在连家都不回了。你眼里还有这个家吗？叶安呀，就算你现在跟傅少有了婚约，也该洁身自好些。这还没结婚就缠着傅少，传出去了，别人会说我们家风不严的。
我做事还轮不到一个小三来指。爸爸，你看他。你是这么尊重长辈的是吗？你是不是以为老爷子把继承权交给你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啊，我既然能把你生出来，我也照样能让你死。终于说出心里话了，原来你想让我死。爸，如果不是姐的话，紫微星学院就全军覆没了。他是英雄，您别这么说。什么他妈狗屁英雄！我虽然之前在外地没有负责紫微星学院的事儿，但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他有这么大本事吗？不是我做的，难道是你做的？你一个什么都不会，连枪都不会拿的废物，你能带领一众军门子弟和职业的雇佣兵对抗？你老子我都不能，你能啊？老爷子把继承权交给你这个废物，只会毁了我叶家。你这样的人就是我叶家的耻辱，你根本就做不了军人。原来是以己夺人呐！难怪你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上校，一直都没有晋升的机会，确实是你能力不行。指望你来理解别人的功绩，太强人所难。你混账！上一次是子弹，这一次是筷子。但凡我失手一次，就死在你手上。从今以后，我们之间的父女亲缘再无。下一次，我可就不会手下留情。你这个畜生！从今以后，当我没你这个女儿，给我滚出叶家！叶家我会离开的，不过继承权仍然在我手上，别想从我手里夺走。还有，我妈妈的死到底是人为还是意外，有些人比我更清楚。等我抓到这只鬼，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死就是一种恩赐。至于我能不能做军人，有没有资格继承叶家，很快你就会知道。王浩，你对京都熟不熟？当然熟了。你想知道什么，直接问就是。帮我打听一下哪里有闲置的房子，要求干净、整洁、僻静。好，我马上托朋友帮你问问。少爷，叶小姐如果知道您把她在民政局系统里的档案变成了已婚，可能不会放过您啊。你懂什么？我给他的定期信物他已经收下了，我们的婚约他也同意了，我这就是走正常程序。还有，以后不准叫叶小姐，要加少夫人。是。喂，王浩，你刚才说谁要看我的房子？叶卫国。好，我下班带他们去看看吧。嗯。站住！副少，你刚才说谁要看房子？哦，是我一个朋友，他另外一个朋友打算买房，正好我手里有一套闲置的，打算出手，我打算下班之后带他去看看。你朋友叫王浩啊？对对。他还有个朋友叫叶卫国。对。让您见笑了，居然有人叫这种名字。很好笑吗？你名下那套房子不用卖了。啊？为什么？因为我有一套更合适的，低价卖。天老爷啊，傅少居然要卖房子，难道云腾集团要破产了吗？哎，老哥，啊，我们快到了。对不起啊，王浩，那套房我已经卖出去了。什么？卖出去了？你下午不是跟我说还是空房吗？怎么这会儿就卖出去了？但我有一个朋友名下有一套更好的房源。我介绍给你。那行吧，你把新地址发给我吧。我都听到了，走吧，去看看那套房子。王少爷、叶小姐，这就是给您介绍的房子，您随便看一看。二位对这房子还满意吗？
两位请看，这栋别墅啊，坐北朝南，屋内采光极佳，别墅外面都是小花园，地段僻静清幽啊。哪怕是您在这里遇见了流氓，叫破了喉咙呀，也没人会来救您的。你没话说了，兄弟。别墅内啊，设备齐全，您啊拎包就能入住，家具啊都不用添置。整栋别墅啊，几乎全智能，可以免去您所有的烦恼和麻烦。价格呢？您是王少爷的朋友，那就150万给您吧。多少钱？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漂亮的房子，1成不到的价格。哦，我知道了，你这房子有问题。您放心，房子呀绝对没问题。我面子这么大吗？老大，是这样啊，这个房子呢，我先买下来，然后我再给你买一个更贵的，怎么样？你傻呀？我为什么要买一个更贵的？也是。王少爷，如果您想要的话，这栋别墅呀，给您恢复到原价的125%。凭什么？不是看我面子才打的折吗？这可能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吧。好，就要这套。好，成交。我是真喜欢。副少，搞定了，做的不错，年终奖分配。太好了，看来公司还没破产。不过副少，您的房子就这么贱卖出去，岂不是亏大发了？夫妻共同财产，那能叫贱卖吗？夫妻？他说什么时候搬家？好像是今晚就搬。好，连下去吧。好，副总。通知所有人提前下班。给老婆做饭去喽。哎。野狼，我是史汉。你还是叫我叶安吧。上次你提出的条件我同意了，你可以带着你的伙伴一起加入龙牙部队。好，我知道了。3天后就是军部例会，我会正式向军部的高级军官介绍你们。到时候我会带他们过去的。这件事需要通知你父亲吗？不用了。也好。他在例会上看到你，一定很惊喜。惊喜吗？不，应该是惊吓才对。先这样。我去，我刚转了一圈，魏国，你家也太大太好看了吧？魏国，你能不能收留我啊？我爸因为我持枪的事情又给我扫地出门了，所以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你会做饭吗？这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这地方偏僻，不知道能不能点到外卖。生日快乐！你怎么知道我搬家了？因为我关心你。去哪儿？给你做饭。你会做饭？只要你需要，我就会。傅云山，他怎么在这儿啊？当然是因为魏国收留了我。当然是因为魏国收留了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电灯泡啊？魏国还没有答应跟你在一起呢，所以我这不算电灯泡。胡说！我老婆明明当众答应我的婚约的，是不是？再敢乱叫，我就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老婆，你怎么知道接下来1周都有雨没有太阳的？上一次你捏我脸的账，我还没跟你算。我记得那天，我不止捏了你的脸，我还亲你了。有本事你亲回来。你有病！怎么？啊，不敢？哎，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原来啊，连亲自己老公都不敢。叶卫国，你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胆小鬼。现在我是电灯泡，我是。再乱说，待会儿切的就不是菜了。厨房在那儿。
今天让你们过来，就是想让你们把个人信息录入到系统里。2天后的例会，希望你们能够准时出席，到时候你们就是真正的军部成员了。将军，出了点问题。什么问题？叶小姐登记的婚姻状况为未婚，但系统显示是已婚。这不可能。叶小姐，您的资料上的确是已婚，而且刚结婚几天。怎么可能？老大怎么可能是已婚？你们这系统是不是有问题？林默，你查一下。boss， 真的结婚了？傅云深。总裁，您看一下，这些都是为军方龙牙部队特供的最新型的电子设备以及装备配备。您这是感冒了？说不定是我老婆想我了。安安，你们先忙。傅云深，安安怎么到这儿来了？下次来之前跟我说一声，把权限全都给你打开。你说呢？安安，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姿势有点太亲密了？傅云深，我的忍耐是有限度。你一进来就对我动手，我哪知道你生哪门子气呀？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跟你结婚的？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啊？结婚这件事儿，你在宴会的时候不就已经答应了吗？反正整个星洛帝国的人都知道，早晚都要结婚，不如现在就把关系定了，省得以后也麻烦。你是不是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我告诉你，我最讨厌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安安，你觉得你用我送你的定情信物指着我的脑袋，这样真的好吗？那你想不想试试你亲手做的手枪，一枪爆头的滋味？等等，为什么他这么看着我，我会气消了不少？安安觉得你跟我的婚约对你有什么影响吗？跟我结婚好处很多的，你可以跟我拥有同样的共同财富，京都之内，所有人都得对你毕恭毕敬，走到哪里都可以支取巨额财富。何况我们在法律程序上已经是合法夫妻了，木已成舟，你难道还想离婚吗？条件，离婚的条件。除非我死。3年，3年之后，如果你还想解除婚约，我无条件同意，并且处理所有善后事宜。你到底什么目的？直接说出来还有什么意思？不如自己去寻找一下答案吧。他，夫妻共同财产。随便说。听说你们公司拥有整个蓝星最顶级的资源，可以说是吧？我要借用。随叫随到。还有，不准叫我安安。好的，老婆，真可爱啊！爸爸，你这是要出去呀？今天军部有个例会，沈将军前2天告诉我，到时候会有个惊喜。难道是你要晋升了？算一算资历，也该是你往上提一提了。极有可能。我会向父亲证明，我才是叶家最有资格的继承人。今天怎么傅少爷来啊？听说是有重大的人事变动，能让傅少亲临的，肯定是重要的人。起立！
坐下。副少，今天是军部的例会，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虽然您和军部是深度合作，但是这何止是深度合作，我还是军区家属。各位，今天是第5军区和第6军区的年度例会，想必大家也都听说了。军部打算成立第6军区的龙牙部队，旨在选拔最顶尖的人才，为整个帝国而战。能有殊荣加入龙牙部队的军人，除了能力突出之外，还要坚毅勇敢，有使命感。在这一段时间的观察里，我们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不知道谁能被选入龙牙部队？听说龙牙部队在帝国有最高指挥权。他们在跟其他军区遇上的时候，也有最高指挥权。当然了，最高权限谁不想要？在宣布名单之前，我想向各位介绍几位紫微星学院的学生，让进来吧。叶安，他怎么来了？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前不久，紫微星学院被贪狼雇佣兵恐怖袭击，就是这几位同学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几千名师生，他们的功绩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根据综合考虑，军部决定由叶安带领程小小、王浩、林默还有许岩正式加入龙牙部队，大家掌声欢迎。我不同意。叶上校，您这是太过激动了吧？哦，对了，叶安毕竟是您的女儿，您一定为她十分高兴吧？我不相信她有作战能力。对，正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我比谁都了解她。她连枪都不会拿，她的武力值几乎为0。叶安从小性格孤僻，她根本不适合团队协作，所以，我反对她加入龙牙部队。叶上校，你搞错了，叶安能击退贪狼组织，所有人都有目共睹，这是不争的事实。沈将军，据我所知，军部的人是在贪狼头目离开之后进入的校园。我想请问一下在座各位，谁亲眼看到叶安做了什么？沈将军，我猜您也应该没看到吧？我看到了，我不仅亲眼见证了他的机敏、勇敢、天才的领导力，还亲眼见证他将大名鼎鼎的天狼头目蓝修击退，狼狈逃离。叶上校，即便她是你的女儿，你也并不了解她。副少，叶安是你的未婚妻，你当然要维护她。你给她伪造履历，粉饰功绩，对吧？我万万没想到，为什么整个军部也这么纵容她？如果这样的废物进入到我们龙牙部队，恐怕是我们整个星落的耻辱。你再多一句话，随你死！别激动。你凭什么诋毁叶安？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军部到达之前，是叶安一个人拆除了炸弹，救了我们所有人，也是他一个人领导我们实施了救援。可以说，要是没有叶安，紫微星学院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一派胡言！说他会开枪已经够荒唐了，拆弹别扯淡了。叶上校可是他的父亲，他这么说肯定不会假的。听说傅少很喜欢他，会不会是帮他造势，让人暗箱操作呢？承认吧，叶安，这一切的光环荣耀根本不属于你。你个臭老头！我根本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我的能力如何也不需要得到你的认可。但既然我决定加入龙牙战队，我就不允许你进行不负责任的诋毁，连带着我的伙伴们也要被质疑。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多说无用，叶上校，不如我们比一比。你说什么？军队选拔向来能者居之。你不服我，我就打到你服为止。黄口小儿，不自量力。怎么，
叶上校，对自己没有自信啊。如果你觉得赢不了我，那就趁早认输。但你需要为你的口不择言道歉。让我向你道歉？亏你说得出口！叶安，这10几年来，你平庸、懦弱、无能，你根本没有做军人的资质。我要是你啊，就知难而退了，而不是伪造履历、招摇过市。你想怎么比？好，我成全你，不用武器，近身搏击。好，就比这个。有点意思啊。好，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这叶安看着瘦弱，没想到臂力这么大。叶上校的力气向来很大，但是竟然被他轻松钳制了。我现在相信他真有本事与贪狼抗衡。你还不是我的对手。你输了。我他妈从来就没输过。这绝不可能！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厉害？这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记住，你与我之间的格斗，我赢。龙牙队是我堂堂正正进去的，叶家的继承权也是我凭本事拿的，还望叶上校愿赌服输。叶，不管怎么说，我是你父亲，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下死手，你德不配位。作为你血缘上的女儿，我也没想到，靠你难如登天，打败你却比呼吸还要简单。魏国说得好，漂亮，打得好，打得好！听到了吗？这不是呐喊声，而是你高高在上的父权分崩离析的声音。燕，你真棒，你是我的骄傲。快去吧，入役是要开始了，等你。起立。很好，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龙牙特战队的一员。你们的指挥官叶安。但是军衔是要靠血汗和功勋来换的，所以你们现在只是一名士兵，是没有任何军衔的士兵。同样，龙牙特战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如此。我希望你们能拿出真本事来，迅速的成为一名职业合格的军人。叶安，如果你的能力不足以匹配你的身份，那么指挥权我可是随时要收回来的。放心，不会有这一天的，沈将军。从末世到现实，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我是谁，又是为什么而活。如今，我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我的身体里有与生俱来的军魂，我的使命就是为国家、为领土、为人民而战。我是曾经的第一指挥官林，也是军门之女叶安。我们终将浑然难分，重塑成一个完整的我。敬礼。龙牙部队，我来了。